这是少林轻功的必修课，用铁桶下山挑水，再穿上一双铁鞋，真可谓脚如千斤重，步履维艰。相传只要长此以往加以练习，就可以身轻如燕，飞檐走壁，踏实而行。哑巴初入少林，面对不尽的石阶，不由心生胆怯。尽管已使出全身力气给予脚上，自己也只能堪堪移动。而入门早的师兄早已适应，与他擦身而过，小跑而行。自己刚想发力，却已气喘吁吁，想要卸下重担休息一下，可铁桶尖筋根本无法着地，辛苦挑了一半的水全部洒落，哑巴无力为继。可一坐下，脑海中便浮现出父亲惨死的画面，蒙面匪徒出手狠辣，武功高强，若是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怎么报仇？哑巴咬牙继续挑水，但规定时间到了，自己桶里的水才装一半，长老只当他不守四规，吃不了苦。哑巴生怕被赶走，连连下跪求饶，不敢再有松懈，直至肩膀破了皮，才把水挑满。接着又要开始下一个功课，砍柴。可挑水砍柴实在无趣，并且俗家弟子必须如此坚持5年方可传授武功。哑巴护基心生迷茫，这是一个酒鬼师叔见他心不在焉，好心提醒：砍柴挑水乃至少林武功基础，砍柴运之于臂，挑水运之于脚，贯通上下两脉，乃内功最高境界。哑巴眼前一亮，跪倒在地，想要拜酒鬼为师。酒鬼当然不会答应，只叫他继续砍柴以练基础。不过临走前要求哑巴看着他上山，原来是暗地里要传他一套醉拳。哑巴欣喜不已，从此一有时间就溜到后山练习。这天哑巴一直练到很晚，无意间瞧见2个和尚提着饭盒向佛门禁地走去，哑巴好奇也跟了过去。这里面用铁链锁着一个凶恶的大魔头，2个和尚被臭骂一顿，送来的饭也被他打翻在地。可和尚一走，他又想方设法的要去捡。哑巴生性善良，捡起馒头递过去，哪知大魔头一脸嫌弃，并不买账。哑巴用耐心把馒头皮剥掉，大魔头这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并要求哑巴下次来的时候多带点馒头，还有一壶好酒。走嘴哑巴每餐都会留下一个馒头，偶尔还会偷偷把酒鬼师叔的酒装进竹筒，晚上带给大魔头享用。喝下美酒，大魔头心情大好，竟吹嘘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。之所以被锁在这里，只是为了练一种名叫狮子吼的绝世武功，若是练成，就能轻松斩金断铁。见哑巴不信，又说只要把自己服侍好了，随便教他几招就能闯过木人巷。哑巴一听，立马来劲儿，回去又要偷酒，却被师叔抓个正着，罚到不许离开，打扫厨房。而大魔头平日呼来唤去惯了，一时没等到小哑巴，竟感到十分的失落。过了几天，哑巴带着好吃的再次来到山洞，在得知为了自己偷酒被罚后，大魔头眼神中竟闪现出从未有过的温柔。他决定传授哑巴武功，哑巴连忙磕头拜师。不过大魔头并不想收徒，随后教给他一套8打之法，专攻弹人要害。哑巴从未习武，动作生疏，大魔头虽有鄙夷，可还是耐心的演示。2人虽无师徒之名，却也有了师徒之实。所谓笨鸟先飞，哑巴刻苦练习，武功有了很大进步。这一切正好被戒居寺内的老尼看到，见他出招狠辣，杀气冲天，不由提醒：武功乃养生之道，若不立正其心，迟早要误入歧途。老尼对症下药，决定传其一套名为蛇翼8步的身法，一可消解敌人之攻击，二可免杀生之罪过。来到院内，其间有一池桐油，很明显蛇翼8步就是在这练习。老尼口授哑巴心法，随后又飞身入池演示。只见他身形变幻，行意流水，如履平地。哑巴看得仔细，可自己一跳进去，才知道其内奇滑无比，怎么也站不稳。老尼轻笑建议，要练好蛇翼8步，还是得搞水砍柴练基础。就这样，哑巴早晨挑水砍柴，日间练习蛇翼8步，晚上又与大魔头对练8打之法。不知不觉间，功力越发深厚，身体也越发强悍灵动。不到1年时间，就可以闯木人巷了。木人巷，少林寺最神秘的终极考核，它密不对外开放，即便是少林弟子闯过木人巷的也少之又少。其中伫立着2排质地坚硬的机关人，只要进入其中，木人便会自动攻击。哑巴反应极快，身法运用自如，可越到后面，木人攻击确实越快，一个不慎就连连遭受重击。所幸大魔头对他进行了专项训练，凭借强悍筋骨硬扛了过去。木人巷尽头是一座重达1000斤、全年烘火的烧林底，哑巴需双臂怀抱火底将其移开，同时在双臂烙上左青龙右白虎，是为少林武学精髓之证明。闯过木人巷就意味着可以下山闯荡，可哑巴没走多远就被方丈拦下。原来方丈早已看出哑巴功夫是何人所授，这次下山必然残我对方信物。可哑巴摇头否认，方丈无奈只得放他离去。不过给了哑巴一个竹简，要求日后大魔王若是作乱，他要回到少林寺找到空林大师。果然不出方丈所料，哑巴下山确实带着大魔头信物，信物意在传达自己即将出山。大魔头旧部得到消息，立马前去后山接应。当少林寺方正赶至，大魔头已经崩开锁链，重出江湖。
果然，江湖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大魔头为一报10年囚禁之仇，先后铲除2个门派。少林寺来得慢，赶到时已是尸横遍野。听闻大魔头乱杀无辜，哑巴回想当日方丈之言，或许自己放虎归山本就是错误。于是他拿着竹简找到空灵大师，原来大魔头竟是空灵大师的弟子，当前下山创立了青龙白虎2大帮派，到处作恶，被抓后已死不悔改。如今大魔头练成狮吼功，更加肆无忌惮。空灵大师只好拿出天罡伏魔功，让哑巴修炼将功赎罪。哑巴果然不负方丈所望，已将天罡伏魔功面至大成。就在此时，突闻大魔头召集人手，扬言3天之内铲平少林寺。方丈带着众弟子应战，可面对昔日授业恩师，哑巴始终不肯出手。直到大魔头使出独步武林的秘学3绝掌，哑巴才瞬间变了脸色。原来自己父亲就是惨死在这个掌法之下，杀父仇人就是大魔头。哑巴再也忍不住出手，他开口说话：“你怎么可以杀死他？”众人大惊失色，原来哑巴曾发过誓，找不到仇人终生不开口，10几年忍气吞声，就是为了今天。哑巴不再犹豫，奋力出手，平生所学尽数使出。大魔头纵然武功高强，一时竟也落入下风。2个帮主瞧见，主动上前帮忙，却不想几个回合就被哑巴斩于马下。大魔头咬牙在上，终于使出还未施展过的狮子吼，不料哑巴天罡伏魔功正好将他克制，掌法刚猛无比，拳拳到肉。大魔头再已招架不住，看着眼前受伤的老人，昔日2人煽动相处的画面在脑海浮现，哑巴竟再也下不去手。他猛然跪倒在地，只求大魔王能跟着他一起回山受罚。大魔王假意答应，缓缓走近，伸手抚摸哑巴脑袋，实际上已在暗中发力，就要一掌击毙哑巴。哪得想大魔王却在最后一刻收了手，抠喉自尽。或许哑巴的淳朴唤醒了他的良知，又或许他已经把哑巴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弟子。